金融危机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每当提及，人们总会想起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那场危机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但它并不是孤立事件。历史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经济灾难。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金融危机的成因。一般而言，金融危机多由过度的金融杠杆作用、资产价格泡沫、金融监管不足或金融创新失控等因素引发。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崩溃所引起的。这场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导致了全球股市的大幅下跌，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破产或被迫合并，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来稳定金融市场，包括救助大型金融机构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为什么各国政府要采取这类政策呢？原因在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如果不采取措施，金融危机可能会迅速蔓延到整个经济体，导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那么，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呢？首先，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金融市场过度投机和杠杆作用的失控。其次，政府和中央银行应当保持警惕，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波动。最后，加强国际合作，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的金融动荡都可能影响到全球经济。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实施的应对政策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美国经济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导致了大量的坏账和资产贬值，进而引发了银行业的严重危机。许多大型金融机构面临破产的边缘，股市急剧下跌，消费者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系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首先，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救助计划，这包括向重要的金融机构提供直接资金支持，以防止其破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8年的救市计划及资产救助计划 TARP。该计划动用了7000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市场。其次，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意味着联储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来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降低利率和刺激经济。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仅降低了借贷成本，也增强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从而缓解了市场的流动性危机。除了金融救助和货币政策调整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措施来刺激经济，包括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手段来提振消费和投资。这些措施旨在直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恢复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尽管美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在短期内对稳定金融市场和缓解经济衰退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它们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议。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些救助措施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即金融机构在知道有政府救助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更多的风险。此外，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引发长期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但无论如何，这些政策的实施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的决心和行动力。他们不仅是对当时经济状况的直接回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通过这些措施，美国政府展示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对其他国家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的政策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后，美国经济开始逐渐展现出转变的迹象。尽管这一转变过程是缓慢且充满挑战的，但其最终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首先，金融市场逐渐恢复了稳定，政府的救助措施和联邦储备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有效地缓解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股市开始反弹，银行业的信心得到恢复。这些正面信号为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经济增长逐步回暖。
虽然金融危机后的几年内，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较慢，但随着政府救助措施和财政刺激政策的持续实施，经济逐渐步入正轨，就业市场逐渐改善，失业率开始下降，消费者信心逐步恢复，零售销售和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复苏。同时，这场危机也促使美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Dodd-Frank Act 等立法的实施，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限制了其过度冒险的行为，旨在防止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金融系统的透明度和稳定性，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虽然这些应对措施在短期内可能导致政府债务增加和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但他们对于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和加速经济复苏是必要的。此外，政府和中央银行在危机中的积极作为，也提高了公众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信心。然而，这些政策的影响并非全然正面。例如，量化宽松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为未来可能的经济调整留下了隐患。此外，政府的救助措施也引发了关于财政纪律和道德风险的讨论。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应对措施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在面对金融危机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帮助了美国经济走出低谷，也为其他国家在面对类似危机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尽管这些措施带来了一些长期问题和挑战，但他们在当时是稳定金融市场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必要之举。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体现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展示了其在面对重大经济挑战时的应变能力和决策智慧。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政策不仅对本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效应。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市场动态对全球经济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首先，美国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影响了全球资本流动。这种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措施导致了美元的贬值，从而提高了其他货币相对于美元的价值。这种变化使得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流入的压力，他们的货币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此外，全球投资者在寻求更高收益的过程中，将资本转移到了那些利率较高的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资产价格上涨，有时甚至形成泡沫。其次，美国的财政刺激政策和金融市场救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其他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参考。许多国家纷纷采取类似的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措施，以求稳定自身的金融市场和经济。这些政策的全球普及，一方面帮助缓解了全球经济衰退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球性的货币宽松竞赛和潜在的债务风险。此外，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的举措也加强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例如，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激励其他国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国际社会开始更加重视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合作机制得到了加强和完善。美国政府的这些措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一方面，他们帮助了世界经济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恢复了增长；另一方面，这些措施也导致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重新定位，加剧了一些国家的经济泡沫风险以及可能的财政和债务危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政策都不仅仅是国内事务，它们的波及效应可以影响到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做法充分展现了这一点，这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各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追求国内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同时，也需考虑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寻求国际合作与协调。总而言之，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对自身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施既显示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领袖的行动能力，
也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未来，这些经验和教训将继续指导各国政府在面对全球性经济挑战时的政策选择和行动。